第一次减肥的基本方法就是黄金减肥法，少吃多运动，控制热量。除了这个以外，在那个年代没有其他方法。当时的理论相信啊，你每一次吃东西的时候呢，你身体的代谢率就会上升，你饿肚子的时候呢，你代谢率就会下降。所以他当时的理论主张我们一天多吃几次，可是每一次不要吃很多，热量是受到限制的。它围绕的这个核心啊，还是少吃多消耗。我真正做到极致了，一天5餐到6餐。按照我当时的身高体重跟运动量的话，我每一天需要大约3000卡路里的热量，但是我的饮食里面只有2000到2200，就这个热量缺口是非常大的。如果它减掉的是我身上的脂肪的话，每9000个卡路里就是1公斤。那如果我每一天有800到1000卡路里的缺口的话，按照道理来说，10天2个礼拜我就应该减1公斤了。没有那么漂亮的，我花了2年半啊，体重下来了50公斤，那个辛苦的程度是难以言喻啊。它后果是什么呢？做了当时你是没感觉的，你觉得哇这个太棒了，我充满了激情啊去做这件事情啊，我不怕苦不怕难，我就一定要达到目的。在整个过程当中，其实有一些警讯没有引起我的重视啊，每天都在疲劳当中度过的。当时我的认知是，第二我运动量大啊，那感觉疲劳很正常啊，所以我把它当成一件正常的东西来看的。现在知道了是不对的。最后到了2年半左右的时候，体重虽然掉下来很多了，我的身体的抵抗力啊严重的下降了，没有什么大毛病，都是小问题。每一次感冒2个礼拜到3个礼拜，然后同时生口疮啊是吃一整片的，好完了以后再来一片，它就不停的。那感冒也是不停的，因为身体不好，那个时候不可以再去运动，一定要等它恢复。可是恢复啊，就一直没有等到啊，不但没有等到它恢复，这个情况啊越来越恶劣。既然我不能运动了，少吃多运动，这个多运动的这个部分我做不到了，少吃就没意义了，脑子里是这么想的哈。所以呢，稍微松口吧，过去的饮食节奏全部就没有。其实过去的饮食节奏也没有什么优秀，就是限制热量，然后体重开始往回走了，然后呢各种各样过去的健康问题呢，更加的浮现出来了。我在吃了降血压的药的状态下，始终是100的160，一直无法改善。我的尿酸500多、600多，它始终下不来。我的干眼症是超级干眼症，很严重的干眼症，关节炎、关节痛、中度脂肪肝，然后再过了几年以后变成重度脂肪肝、高血脂啊、血管斑块啦，全部都困扰我的。然后我的慢性肾脏病一天比一天恶化。我自己有跑步机的，我有没有可能回到我的跑步机上去走走路好了，稍微运动运动？走不动啊，全身痛，整个人就是没有那个状态了，我无法重新再开始了。有15年的时间在这个状态下面越来越糟糕，然后呢就到了59岁最关键的时候来了，检查的结果说我的尿蛋白已经到了3.89了，我的慢性肾脏病就差不多到了第4期了，而且恶化的非常快。看图形啊，你会看到我的恶化已经出现要井喷了。看那个数字，知道说我的人生来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节点啊。这个节点我有没有能力去改变它，是对我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考验。我比较幸运，就是拿到了这本书，Jason Fung写的这本 Obesity Code。Jason Fung 是告诉我们荷尔蒙的理论，你如果身体里面胰岛素太多的话，你身体就不会燃烧脂肪了，你的身体就是一个储存脂肪的身体了。其实它的核心的内容啊是围绕这个东西在走的，它就会提到生酮饮食这个概念。认识到了有生酮饮食这么回事了以后，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到油管里面去寻找跟生酮饮食有关的信息了。当时就让我搜索到了 Stephen Phinney 还有另外一个大学教授叫做 Jeff Volek， 这2个大学教授就是近代的营养性生酮的可以说是创始者了。我在 YouTube 里面去搜索所有他们的演讲，然后呢他们2个人写的书呢我又买回来读，从他们2个人身上学习到了大量跟生酮饮食、跟生酮的生活方式，还有生酮的运动各方面的这些知识啊，然后呢也去买了不同的作者写的生酮的书回来读。所以当时我自己累积了非常非常丰厚的跟生酮有关的知识，都是有科学根据的，我就开始尝试着做生酮饮食。我减体重的第一个阶段，我是按照生酮饮食的基本原则去做的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进入生酮状态过。我当时的饮食里面有少量的碳水化合物，我不理解为什么我不能够进入生酮状态，但是我并不着急啊，因为我明显看到体重在下降啊，而且我很舒服的状态，很舒服，精神状态很好的情况下，体重在下降，我知道我是做对的。我测血酮有酮还是没酮，我并不着急哈。重点是你状态出来了没有？生酮的人呢，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精神状态好。
我以前在没有改变饮食之前，每天是疲惫不堪的，而且记忆力衰退的非常厉害。就你跟我说个什么东西，转头我就不记得了。4个数字验证码看完了以后要输入电脑，不记得了，看一个输一个才可以，就是那样的状态。等到我改变饮食之后，这一切都改观了。就是你明显的知道自己身体在变，这个不需要任何人跟你确认，你知道你做对了。我们需要解释一下生酮初期的人为什么掉体重，一掉2-3公斤是水分，这个水分究竟是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刚刚开始改变生酮饮食的时候，你本来吃的是高糖饮食啊，你饮食里面碳水化合物是你主要热量来源啊。那当你把你饮食里面碳水化合物突然之间限缩到几乎没有的时候，你的身体开始燃烧储存在体内的葡萄糖啊，你体内的葡萄糖是碳水化合物啊，你身体每用掉一个碳分子啊，就会4个水分子跟着一起走的碳水化合物啊，碳跟水是一起走掉的，而且走很多的水啊，这是为什么你在从高糖饮食转变成生酮饮食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嘿，一天就2斤就没了。因为这个水分呢跟着被流掉，通常这种水分的流失呢2天到3天就结束了。既然说到这里了，顺便提醒大家一下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在生酮饮食的初期一定会出现这个现象。你身体在排水的时候，排出去的不是纯的水，你身体的所有的液体全部都是咸的，钠和水一起排掉的。你会口渴，可是你只把水喝回来了，钠没有回来，这个时候你钠水不平衡了，身体里面钠比较少，水比较多，你的身体会怎么做？你喝进来的水，身体又把它排掉了，你又渴了，你又去喝，又排掉了。这个结果是什么呢？你身体真正进入缺水状态了，因为钠没有上来，水就上不来了。进入缺水状态，有的人会出现轻微的头疼啊，有的人会出现有一点头晕啊，头重脚轻啊，还有一些人啊，最普遍的一种现象就是改变成生酮饮食之后就开始便秘了。我告诉你们，要预防我刚刚说的这种现象的话，改变饮食的当天，你喝的水啊，每500毫升的水里面加1克的盐。维持3天、4天、5天以后就可以不用加盐了，3-5天就过了。那你有可能会注意到你这3-5天里面体重掉的不明显，那是对的，这样子可以避免轻微的头疼呢，尤其是避免便秘啊。所以这样子的话呢，第一个阶段4个月就这样过了，20公斤也就下来了。我要怎么样才会瘦？我并不着急，其实是非常非常轻松的，掉的也非常的快。你在掉体重的过程当中，身体是舒服的，精神状态是好的。你要晓得，过去我42岁的那一年，体重是在往下降的，或者我每天疲惫不堪啊，每天打瞌睡啊，这是完全2种不同的状态。那么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读书，我们学习，我们知道有所谓的平台期的。很多人对平台期其实没有认识，只知道平台期遇到瓶颈了。那究竟什么是平台期？用我们普通人的方式去理解啊，我们身体的各个系统，比方说神经系统啦、内分泌系统啦、消化系统啦，我们身体的内循环系统啦，就是各个系统，它是在一个非常契合的状态下，维持一个平衡的状态在工作的。任何一个地方如果有失去平衡的地方的话，所有其他的系统啊，都会稍微挪动来跟它调节，让它达到一个稳定的一个平衡的状态的。你身体每一天体温会有升有降，你的血压有的时候高，有的时候低，也是身体在调整。血糖有的时候升，有的时候降，这个叫做我们身体的动态平衡。你体重迅速下降，体重是身体的一个很刚性的东西啊。你去看医生，或者是你家宠物，医生要开药给它吃，先称重量的，根据它的重量来算它吃多少药的。这体重是一个很刚性的东西啊。如果你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掉了20公斤的体重，这是一种非常大的变化。我们整个身体的系统啊，是多么严重的失去平衡啊。有很多人体重掉得很快，你就会看到他皮肤变得很松弛。皮肤为什么会很松弛？因为皮肤的弹性来不及恢复啊。皮肤的弹性是需要时间恢复的。当你身体严重失去平衡的时候，你的身体不容许你的体重再降了，那必须要恢复到一定的平衡状态了，你才有可能出现下一波的体重，这个叫做平台期。经常会有人来问我说，我如何打破我的平台期？你的平台期不是你要去打破的，平台期你是要去好好的保护它的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你平台期来的时候你需要做什么？你要多喝水，你需要保持运动，你需要好好的休息，因为这时候你的身体在恢复啊。你要好好注意营养，你要让它很好的去恢复。所以我们对平台期要有正确的认识。我知道平台期会来，我自己也要准备平台期来了以后我如何去突破它。所以如果你理解我解释的平台期以后，你就知道我们没有太多的策略的，我们只有用正确的健康的手段去处理平台期的问题。我们不可以用任何错误的手段、过激的手段去处理平台期的问题。尤其是减体重的人，
遇到平台期以后，就认为自己应该加码了。所谓的加码就是开始减热量了，我就应该更加的做更多的运动了，这是不正确的，因为你问题的根源不在这个地方。好了，如果你的生活形式、饮食都没有特别的改变，你的体重在3个礼拜里面都没有再出现任何变化了，这个时候就可以确认这个是一个平台期了。我的话呢，我等了4个礼拜，在这前面这4个月的过程当中，我一直在学习，一直在准备这个平台期的来到，我知道它会来。所以平台期来了，我要如何做？我大概也有方向，就是必须要进入生酮。因为我在前面这4个月虽然体重下降的很顺利，可是我始终没有生酮，这是有区别的。所以当时经过了1个月，体重都没有变化以后，我很认真的开始要求自己一定要生酮了。听到所有的人在讲生酮饮食，都告诉我们说你要大量的吃脂肪，你要多吃脂肪。我跟你们说，我尝试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调整我饮食里面热量的百分比，行不通啊！对我来说行不通啊！始终测血酮就只有 0.2， 从脂肪、蛋白质跟碳水化合物的配比去做调节啊，我已经尝试过所有的百分比了，都不能够进入生酮状态的话，这个方法的路已经走到尽头了，我要改变方法了。我决定把我饮食里面的热量改成全部100%都是脂肪，没有任何其他的热量来源，至少维持几天，我看你生不生酮啊？怎么做啊？我喝油，喝椰子油，我不鼓励大家这么做。但是有一种代谢特征的人呢，有可能需要这么做。我就是属于这种代谢特征的人呢，我的基础胰岛素特别的高。所以我是属于天生的高胰岛素血症的人，这是我后来才懂的，我以前不懂的。胰岛素高的人是不容易生酮的，即使你身体在燃烧脂肪，你都测不到酮体的，因为胰岛素非常非常敏感的压制酮体的，所以胰岛素高的人你测酮啊不容易看到酮。好了，我开始100%的脂肪，我喝椰子油，一瓢根15毫升，我一天喝个5次6次，如果我精神状态不好了，我马上就去喝1勺。喝了椰子油以后，精神状态马上会变好，因为椰子油的这个脂肪结构啊，65%的脂肪酸是来自于中链脂肪酸，只有35%的脂肪酸是来自于长链脂肪酸。我稍微这边解释一下，它脂肪酸的化学链啊的长度啊，分成4大类的：超长链的、长链的、中链的和短链的4大类。几乎你所有饮食里面吃到的脂肪全部是长链脂肪酸，我们日常饮食里面吃的鸡蛋啦、吃的鱼啦、吃的肉啦、吃的猪肉、肥肉里面全部是长链脂肪酸。长链脂肪酸也是我们身体储存起来变成体脂肪的，也是我们身体拿出来燃烧的，都是这些长链脂肪酸。中链脂肪酸呢，在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很少见得到，椰子油里面中链脂肪酸比较多，羊油里面有一部分的中链脂肪酸，棕榈油里面有一部分的中链脂肪酸，意思就是我们平常人的饮食几乎很少吃到。中链脂肪酸跟长链脂肪酸的最大的区别是，长链脂肪酸我们吃下去以后，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是经过这个脂肪分解酶的水解，水解完了以后，这个脂肪酸才可以拿去被我们身体燃烧的。但是中链脂肪酸呢，不需要经过分解酶，直接可以水解，直接可以被身体拿去用。那么这两者实际的区别就是，中链脂肪酸吃到身体里面去以后，立刻变成能量被身体燃烧，而长链脂肪酸呢，需要比较长的时间，身体要去处理，处理完了以后才能够用。所以中链脂肪酸可以给我们提供立即的能量。实际上，中链脂肪酸我们吃下去以后，它在我们身体里面代谢的速度啊，比葡萄糖还快。中链脂肪酸只需要3个步骤，身体就燃烧了。葡萄糖还需要8个步骤，所以我当时选择椰子油。我精神不好的时候，一瓢根椰子油下去，眼睛就亮了，就是这种状态。但是我不鼓励大家去买100%纯度的中链脂肪酸，我试过了。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食物里面，中链脂肪酸从来没有独立存在过。可是你去市场上买的中链脂肪酸是独立的，它是从椰子油里面提取出来的。独立的缺点是什么？独立的缺点是我们的消化系统啊，从来没有见过独立的中链脂肪酸。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去吃它的话，还很敏感的，大多数的人就会闹肚子，会拉肚子，除非你一次一点点，你给它很长很长的时间去适应，否则的话，你真的要吃100%纯度的中链脂肪酸的话，最好裤带不要勒得太紧，然后最好呢，人离厕所不要太远。我不骗你哈，我们经历过的哈。这故事说回来了，所以我就利用喝椰子油这个方式啊，其他什么东西都不吃，一整天这么过了。我告诉大家，第2天生酮了，第2天炸手的时候生酮了。但我改变饮食5个多月了，都已经用了不知道多少那个生酮试纸了，那个东西很贵的，终于看到生酮了，自己像打了一场大胜仗一样。可是呢，长期这样喝油喝不下去了，太腻了。生酮了以后，我就开始调整了。
就慢慢，然后再加入一点蛋白质到我的饮食里面，加入一点蔬菜到我的饮食里面，然后逐步往回调，哎，我就蛮好的就维持在一个生酮状态了。